Hello， 大家好，这一期我们来看蝎子的一个上路出装符文搭配，然后它的一个兑现情况。说实话，它这个蝎子上单啊，前期第一件就直接做这个女神类，因为现在女神类不是变成了那个普通装备嘛，基础装备。然后蝎子上单玩的就是挺赖的，我感觉是反正挺赖的，就是你对方如果说不靠过来，他就用 Q 技能去消耗，然后 Q 技能消耗完，你知道你敢靠过来，我就用 W 给你一个消耗，然后远程的话就用 Q 去补兵，完了，这波失误了，这一波全失误了，因为这样子的话是等于漏兵线，亏麻了。而且还有点 counter 那个杰斯的那个味道，有点 counter 杰斯的味道，但我不是很强啊。蝎子上单，首先一个点，我是认为不是很强，但对于混分的选手来说，去玩它，我觉得是可以的，因为这版本就是这样子，奇奇怪怪的版本，我觉得这版本有点奇怪，很魔幻，我这么说。你靠过来是吧？我一个 Q， 我再 A 2下，再 Q 出去，然后吃果子回复就行了。Q 一下 W， 我连兵一起打，我就边打兵边消耗你，你敢把线推过来，我就尝试把你 E 技能把你推到塔里面来。但打杰斯你最好，你比如说你远程 poke 他，最好还是要躲一下他的强化 Q， 你知道吧？不要被他太多消耗，好恶心。我反正是觉得很恶心。杰斯本来就是你磨着，他那血量真的很低的话，是真顶不住的。这边前期他做面具加那个焦灼的话，就非常恶心了。没必要去做那个火炬的话，我觉得看似有蓝量提供，或者说那个什么，有更多的法强，但其实它不需要吃法强。而面具的话是直接征服技能伤害，所以面具会更好一些。而且对面如果上单是个那种大肉什么的话，那你面具又直接烫那个100%伤害，会更舒服。其实那个谁啊，蝎子其实有点 counter 那种长手上单啊，对面好难受啊，老被 Q 啊，好难受哦。杰斯的心已经乱了。我觉得这种挺恶心，确实有一点。来了，这里直接大招。盲僧过来就直接踢，然后 E 技能还能再顶回塔下。蝎子跟盲僧做配合太强了呀！上单蝎子，你们要是看到你家蝎子上单会玩，那你就直接去帮他就好了，来就有，说实话。主 Q 副 W。的一种打法，而且他叠彗星3分钟叠7层，恶心坏了。用 W 去补残兵就可以了。你看面具的话，AOE 又一直在烫。W， 面具跟 W 技能是吧？就猛猛的在补线。难受，我靠！但其实他要拿人头拿 MVP， 我觉得是拿评分是估计不太可能。但他拿那个什么，他想赢比赛或者说混分，我觉得是个很好的选择。
而且蝎子的话，不要去做那个魔法鞋啊，做布甲鞋就行了，因为它本来就是物理伤害啊，完全不需要那个什么的。如果对面法术伤害多，你做魔抗伤害也可以啊，魔抗鞋也行。哇，难受！这边蝎子还是满血，对方已经残了。这个时候他肯定不敢上来，因为大招他的话，他肯定得炸。哎，他还想回家。哎，这就是会玩的蝎子，就是利用自己手长的优势啊！我靠，哎，蝎子你别看，我靠，说是什么近战英雄，他 Q 和 W 远得很。对于就是他如果打野位，他真的是没什么优势，我觉得他上单位置反而是有点优势了。然后回家 TV 出来还不会漏兵线干嘛的，上来还能继续消耗。反正 Q 技能，哎，其实蝎子的 Q 啊，你要是想去躲的话，还是挺容易躲的。但是就来了，他就连人带兵一起砸，哎，他就刚好就消耗兵线，你就很难受了。对方回家换了个那个魔抗血啊，好像是吧？哦，不对，他换了穿甲鞋。哎，是换了个鞋子吗？回家没有出新装备啊。哎，而且你玩蝎子啊，既然是混分的话，那绝对不可能掉1塔的啊！玩蝎子掉1塔，就跟关羽失了荆州没什么区别啊！那叫什么？直接中门大开！我跟你说，你就是个废物。你既然玩混子就是混子玩法的话啊，那你的1塔必须得是守得住，你守不住，你连混分的你就不叫混分。你那就是纯菜，就起码我跟你说，就是混分的几个要素啊，守住1塔，对面拿不到人头，打团的时候有你在，哎，混分3要素你已经有了。好了，看完这一局啊，是吧？我也准备去玩一玩上单蝎子了。哎，这个玩法是哪边开始的？我感觉应该是国外先开始，还是在国内？就是国内先开始的。我感觉这玩法有点恶心。我就是老看到，就是那段时间老看到上单的那个绝活哥有遇到这种蝎子打法吗？蝎子其实挺克这种长手的，因为本来就是长手英雄啊，长手上单的话，他就是怕消耗，就是长手首先拿上单就是一个点，利用长手机制去克制短手上单，短手战士。蝎子这种还真挺 counter 的。你看他虽然说打不过杰斯啊，但他混分就不让杰斯有那种我上来跟你拼消耗换血的机会也没有。杰斯强就强在他那个爆发高，跟你换血，打完1套他就拉，往后拉，但你又对他没办法，你追着他打还会被他反打，继续打消耗。这里的还能追着炸，挺难受的。然后后面的话做了一件面具以后，后续的话就做肉装就可以了。
不要想太多其他的。其实这个英雄，而且位移也不错啊，E技能支援也能很快到位，支援快，然后 Q、W 先减个速，再 Q 出去，大招直接背过来，然后直接秒。但他这个英雄，其实我觉得挺全面的，但他唯一一个缺点是什么？就是线上的对线强度不是很高，所以就是线上就是纯混，这英雄就是混。然后队内如果没有大哥全线炸的话，你这个英雄想赢也赢不了啊。其实其实还是那句话，你玩剑魔，你杀穿了上路，然后你的队友4个队友全炸，你有什么用？你也赢不了。就你赢不了的时候，你就玩一些奇奇怪怪的英雄，打这个游戏就好了。让自己欢乐一下，我觉得这个英雄掏出来玩了以后，我跟你说，你就算输了，你其实也挺欢乐的，因为你折磨了对面的上单。你并不是说打赢了或者打穿了对面上单，你是直接折磨对面上单。就算对面上单赢了，你的心情上是优于对方的。然后赢了的话，那更欢乐了。对面上单被你折磨了，还输了，顶到。像E技能的话，你们有个点啊，就是就是有时候还是要学会取消啊，不是说他E技能释放了以后你就不取消它，就是有时候你走着走，你的走位都直接走到人家脸上去了。看这边，很快的一个支援啊。哦。哎呦，差一点哦，还好，还是自己拿的。这里 Q 闪失误啊！砸到了，就在这，对方就是想来杀，很舒服。E技能的话，你看没有，贴脸就压制啊！你不过来，我不交E；你一过来，我E技能一给，就能控制你。他的E技能其实有点说法的，就是你E技能还是得灵活一些的去释放。你看他这面具，一个 Q 的面具打这些肉啊，就是打这种野怪啊，或者说那种比较肉的英雄啊，他这 Q 的伤害不低。是100%比伤害，配合伊泽瑞尔、拉克斯3个远程消耗，好恶心啊！说实话，是真恶心。Q技能就往边上去砸就行了，他砸出来以后就有 AOE 伤害。连人带塔一起砸没关系。E技能过来，一个 Q， 稍微预判一下，他这个 Q 的轨迹并不是说很快，但已经算很不错的了。稍微预判一下都能中。这里准备给大招吗？队友不在，那没必要给这个大招，其实。搂住我，我天！盲僧一套 AOE 伤害啊，哇，舒服爆了！有猫咪的话，谁说蝎子大招不能控4个？有猫咪它就可以控4个，是吧？那14分钟也是直接平推了对面。那行，那首先一个点，玩蝎子首先得队友像个人。有队友的话队友不错的话，其实蝎子还是挺好混分的啊。那行，第一局的话就到这了，后面还有，但第2局好像是输掉了。但怎么输的呢？我也不知道，你们自己往下接着看，欢迎大家也接着往下去看啊，拜拜。